美国空军新一代隐身战略轰炸机 B-21即将亮相。值得注意的是，其外观构型与我国先前发布的轰20预告图极为相似，二者之间又有哪些相同点？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理财虎，我是虎妞。美国知名军火巨头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已经发布了 B-21隐形战略轰炸机的预告图片。美官方表示 ，B-21战略轰炸机将在年底首次公开亮相。尽管作为新一代的隐形战略轰炸机，但是 B-21的透明度相对更高。目前已知的是，研发 B-21的格鲁曼公司正在加州帕姆代尔的工厂制造 B-21，6架原型机正处于不同的生产阶段。预计 B-21将在明年上半年进行首飞。据称 ，B-21作为世界上第二代隐形轰炸机，被设计为具有双重能力的穿透性打击隐形轰炸机，能够投送常规和核弹药，主要作为美国空军的战略打击力量投入使用，也可用于常规远程打击，包括情报、监视和侦察、电子攻击、通信和其他任务。B-21开始服役时，美空军将用其取代冷战时期的 B-1B 超音速战略轰炸机。B-21将与 B-2和 B-52H 成为战略轰炸机部队的新三剑客，而 B-21也将在 B-2和 B-52H 战略轰炸机都退役后，成为美国空军唯一服役的战略轰炸机。B-21战略轰炸机相比 B-2轰炸机最大的特点就是成本更低，从试验机到量产机共用一条生产线，使用相同的厂房、工艺和技术人员。据称，一架 B-21隐形轰炸机的价格在45亿美元，仅为 B-2轰炸机价格的25%左右。加上在设计 B-21隐形轰炸机考虑了增强可维护性，因此 B-21隐形轰炸机的维护保养成本也大大被降低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军可以大批量采购 B-21隐形轰炸机。按照美军的采购规划，未来将列装100至120架 B-21隐形轰炸机，这比出于成本考虑只能列装20架的 B-2轰炸机要多多了。美军方表示，现在的挑战是确保空军获得足够 B-21。B-21轰炸机能够在战争期间大规模地穿透中国或俄罗斯的领空，增强对于中俄两国的军事震慑能力。不过，根据美官方发布的预告展示和此前的一系列概念图片可知，B-21在气动外形上和解放军在研的轰20以及 B-2轰炸机非常类似。预告图也和此前中航工业发布的轰20预告图非常相似，均为大篷布下盖着一架巨大的飞翼构型轰炸机。如此看来，中美最新的隐身轰炸机设计还是殊途同归，设计方案还是直接继承至 B-2隐形轰炸机的飞翼式布局，并非一些媒体宣称的超音速可变后掠翼隐形轰炸机。现在，隐形轰炸机是世界上只有几个大国有能力研制，隐形轰炸机可以说是大国的玩具。在现今防空系统愈发完善的今天，传统的常规战略轰炸机面对大国构建的完善防空体系，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办法的，充其量就是进行防区外打击，而无法进入敌国领空纵深针对其重要的战略目标进行有效的精确打击。因此，美国率先研发出了 B-2隐形战略轰炸机。相比于常规轰炸机， B-2的设计可以说是颠覆性的，采用飞翼式布局、复合材料、锡箔涂层，使飞机相比传统飞机隐身性能更强，对于敌方的雷达探测有很好的隐蔽性能，因此可以在战时穿越敌方的防空系统，对敌进行纵深打击。而现在通过开源情报信息可知，轰20和 B-21实际上在设计上受到 B-2轰炸机显著的影响，两者都是隐形轰炸机，采用飞翼式布局，发动机两侧内埋，同时使用4台发动机为飞机提供推力。而据称，轰20相比 B-21可能要安装探测能力更强的机载雷达和红外搜索设施，是为了增强轰20的常规打击能力。毕竟解放军空军对轰炸机有性能要求，那就是可以进行常规的战役战术打击任务。此外，在弹仓上，据称
轰20与 B21也有很大的差距。B21可能采用的是 B2那种旋转弹舱，而轰20的内置弹舱应该可以采用常规弹舱和改装旋转弹舱的功能，主要是因为旋转弹舱无法搭载大型的空射弹道导弹，常规弹舱可以搭载大型的空射弹道导弹，这也是轰20采用模块化弹舱设计的原因之一。当然，轰20和 B21隐形轰炸机都是亚音速的隐形轰炸机，采用亚音速而为采用超音速的做法，很可能是因为无尾翼飞机在超音速飞行状态下的稳定性和热源信号处理的问题，因此故而采用相对稳妥的亚音速设计。不过，虽然中美隐轰设计殊途同归，但是美军明显有先发优势。明年 B21有很大的可能进行首飞，至于轰20的动向，目前还暂无消息，只能默默观望了。